但是那些关心的人，那些在焦急地等待疫苗的人，却开始怀疑疫苗对变种病毒有效吗？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一直有人追问，说是听了嗷嗷狠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咱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那么说完之后你可能就适应了。那么着急的小伙伴们直接跳到1分06秒。嗷嗷狠啥意思？嗷嗷狠就是齐秦的北方的狼，狠也是狼。嗷嗷狠就是汪峰的我该如何存在，这种感觉，英文叫 Oh my God Incredible。 我们说 Oh my God 嗷嗷狠，就是扎心、堵心、揪心之后的一种爆发。秋波大家知道啥意思吗？秋天里的菠菜，就是异曲同工的感觉，但是我们很少说 Oh my God 秋波，对吧？太有创意了 Oh my God秋波。好的，那么以后在互动当中呢，我们再仔细的说什么叫做 Oh my God 嗷嗷狠。飘归正传，印度神童说的 Superbug 超级细菌被科学界一步一步的引用和证实，而近期的门塔的七星汇聚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也是惟妙惟肖。他讲到的萨拉瓦利经中描述的七星汇聚所导致的 Goyog， 我们翻译为沟涌现象，沟渠交织，相互叠加拥挤。那么巴哈迪萨米塔以及 Narad 萨米塔的著作当中有关于沟涌现象的经文，说是如果一个宫位中有7个星，那就意味着饥荒和民族苦难。如此的拥挤会导致社会和全世界埋没在哀嚎和恐惧的气氛当中。这似乎就表明了现今的很多地区还处在疫情所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一模一样。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咱们一会儿分享。首先我们看一下疫情的情况。正如之前的视频中所讲的，疫情发展到了变种病毒，从大流行开始之后，新冠病毒就不断的发生突变，全球已经报告4000多种变种病毒。但是科学家们目前确定的影响非常大的变种有英国的 B17、 南非的 B351 以及巴西的 P1 这些变种。当这些变种开始大量的蔓延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感染数字其实似乎是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其实有报道称死亡率其实是在增加的。而近日传出的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科贝尔证实病毒合体，这种由美国和英国双修合体病毒会有更大的抗药性和感染性。当人们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又传出来芬兰的变种病毒竟然有对核酸检测出现了抵抗的情绪，也就是说核酸检测不好使了，检测不出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变种越来越令人感到担忧。近日加拿大已在10个省份记录了570多例确诊 VOC 关注变量的病例。专家警告说，其实数字可能更高。多伦多大学的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博士生索斯伊他表示说，根据当前的变异轨迹以及政府的决策，第3波可能会在3月中旬以及下旬，或者是4月初出现。他说，几乎现在我们正在研究2种不同的流行病，新变种的指数增长正在逐渐的取代旧的 COVID 的菌株。当然，这个现状不单单是在加拿大，在美国
在欧洲、亚洲等各个地区，变种病毒都在以指数的形式发展。这些新冠变种病毒的毒性更大，传染力更强，在某些情况下致死率也更高，这已经足以让人们感到恐惧。就在这上下跌宕的时刻，包括加拿大大总管特鲁多在内，许多的国家元首都发出了警告，第三波疫情已经是悄悄的来临。特鲁多说，在感染人数下降的情况下，许多的州都选择了放弃隔离政策，但是很多的政府机关没有意识到变种病毒正在悄悄的逼近，而且10个州都有被感染者，而新的变种的感染速度更快，可能所造成的伤害也会更严重。希望各州在放宽管制的政策上能够保持谨慎的态度和策略。根据新华网、温哥华港湾等等多方媒体的描述，面对史上智商最高、生命力最顽强的新冠病毒，人类显示出了对大自然的无能为力。说出这个话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喷子来说，你胡说，我们是在科学的引领下不可战胜的，我们有智慧、有知识、有力量、有研究。真的吗？看看现在的病毒状态，它似乎比人类更聪明。做个比方，老一辈革命家的战斗理念，这些病毒它都有，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原子弹，我有手榴弹。于是乎，病毒和你这样玩，你和他说梁朝伟，他和你讲嘉玲；你和他说周润发，他和你讲刘德华；你和他说人潮汹涌，他和你说东邪西毒；你和他说金庸，他和你说琼瑶；你和他说研究疫苗，他开始变种；你和他说开始攻击变种，他开始跟你来合体双修。怎么样呢？被科学家称为超级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合体横空出世，下一步人类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但是许多人还是不以为然的到处走动和到处去欢庆去 party， 这或许就是人们的天性使然，一个是人们的选择性遗忘，一个是对美好的憧憬或者冒险。正是这两个原因使人们对现在的变种开始漠不关心，但是那些关心的人，那些在焦急的等待疫苗的人，却开始怀疑疫苗对变种病毒有效吗？辉瑞、莫德纳在变种面前不出声了，因为什么呢？有前车之鉴。这个前车之鉴就是牛津大学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在面对变种病毒时，一项研究显示，牛津的阿斯利康公司的新冠疫苗对南非变异的新冠病毒预防效果是令人失望的。就这一个令人失望，好了，大金主南非政府立马叫停了推广该款疫苗。辉瑞近期传出将招募4000名孕妇进行新冠疫苗的测试，可能现状更紧迫的是回答辉瑞是否对双修有作用。就像是刚刚说的，病毒的变化速度和疫苗的研发速度正在赛跑当中，你检测我就变异，你研究变异我就无症状，你拿核酸我就玩核酸失效，你来个一针见效我就来个合体双修。加拿大顶级医师特蕾莎表示，这些变种病毒一直在暗中变化，并在不断的增长其活性和攻击性以及持久性。这些新增长的特性有可能在新的迅速蔓延的大火当中爆发。这就是病毒的现今的情况，人们讲这是完美风暴正在进行当中。由于英国变种的传染性更高，以及加利福尼亚变种的致死率异常，科学家们担心这两种变体合二为一，可能为大范围的疫情爆发打开了大门，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疫情大流行，也就是第三波疫情。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专家福内斯教授在接受 Global News 采访时说，这种现象称为基因漂移，
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说的变种。然而，他认为这种基因重组的过程更为激进。对于这些变种的病毒，如果按照中国古训说的显灵了，中国古训显灵了，清明之后消失了，那就是最好的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今年秋季还会卷土重来吗？而对这些悄然的变种病毒，人们的抵抗程度又有多少呢？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法学院以及流行病与公共学学院的阿塔兰教授对 Global News 他表示说，虽然重组一直是进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现在不能够确定合体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新的大流行，但是肯定的却是，世界上存在的病毒越多，混合与重组的变异性就越大，人类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多伦多怀亚逊大学的职业与公共卫生学院的名誉教授斯莱，他提醒大家，病毒合体这可能是第一次被发现，但是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就像是咱们上一集讲到，阿比亚说的 Superbug 已经开始上路了。现代吠陀占星师 Johnny 更是将近期的星象理解为吠陀经中所讲的逆水效应。那么我们看一下，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德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美国德州遭遇极端的严寒天气，导致多处的断水断电。目前电力的供应正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但是部分地区仍然面临着饮用水和食品短缺的现象。这不正是这种找你所讲的逆水效应吗？这不也正是门塔研究引用的沟涌现象的出现吗？2021年似乎平静，但暗流涌动。辛丑年的牛能够扭转乾坤吗？最嗷狠的诺查大叔诺查丹马斯先知将2021年称作是僵尸启示录。咱们曾经做过翻译和讲解，他说他预见到了2021年的破坏性将比1年前的情况还要大，世界末日的小行星、僵尸和毁灭性饥荒即将到来。在他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 Dead through spite, he will cause the others to shine。 也就是说，死者从墓地中走出而燃烧他人，哀悼中的妇女，凶猛的妖怪，伟大者不再存在，整个世界都将终结。大师也暗示了2020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对人类的破坏。然而他进一步的写道，在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麻烦之后，更大的麻烦即将来临。大变革者更新了时代，暴雨、鲜血、牛奶、饥荒、钢铁和瘟疫，看到天堂的大火，漫长的火花飞奔。 Oh my God， 嗷狠！针对他所说的僵尸复活抓其他人，这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和惊悚。我们似乎从病毒变种可以看到一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们确实认为可能会发生僵尸的爆发，这也和病毒的变种合体有关。可能有人说，飘哥又来吓唬我们了，制造恐慌了，这小心脏啊，让你折腾的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是恐慌吗？这就是现实。再恐慌，有21世纪的中国足球恐慌吗？开个玩笑好吧。其实我们就是在人们忘却什么正在发生的时候，给大家提个醒。就像是有人说的，无论你走多远，都不要忘了你来时的路。所有的疫苗都显示出比较弱的战斗力，这的确让人们倒吸凉气。但保持心态，保持乐观，保持你的宇宙能量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期我们追踪另一个飘飘然独家神秘话题，剧情反转的尼安德塔人基因追杀令。疫情期间，祝大家平安，活在当下，拥有美好的一天。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and joy。